呀，这又怎么？哎呦！刘副座，有何发现？死者双目缺失，眼窝处血肉模糊，应该是被人用利器挖去所致，手段极其残忍。指甲被强行剥除，周身遍布了刀痕，长短、宽度各不一，应该不是一气呵成。匕首直接插入心脏，从深度可以判断，这应该就是致命伤。还有，这把匕首和曹夫人胸口一致。你们速去查看曹夫人胸前的凶器是否还在！快去！好，快去！走，快去！好。哎，匕首不见了，快去报信啊！好，走。不见了，不见了！曹夫人胸前匕首不见了。这匕首是我爹的遗物，匕身镶有6颗宝珠，名为6星，这世间仅此一把。方才，我是让你们2位把曹夫人的尸体抬入房中的，那个时候匕首还在吗？在的。也就是说，原房主是在我们安顿好曹夫人的尸体之后遇害的。童修传，你看这原房主的死法，像不像？啊，像不像？原房主跟曹夫人的死法，跟曹公子书中所著的内容如出一辙。这起初我就以为是巧合，但现在看，这就是贤文故意为之啊！如此说来，你就是凶手啊！我不是。此人死法虽然与我书中一致，但是真的和我没有关系。这是，别怕，真的不是我。别怕。曹夫人尸体旁的是第1卷，原房主身旁放的是第2卷。看来凶手是想引导我们看完这本《伪运之谋》。时间，来，时间，床露出来了啊！坚持住，快生了！生了！快，是个男婴。谢天谢地啊，连这2个女婴我都怕了。你看这孩子长得多像你啊！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看看我们的孩子，我想看看孩子。行，给你看。哎呀，哟，这白白胖胖的呀！来，看呀，来看看你的孩子，给我看，你给我看！
赵贤妃生下了男婴，是男婴，奴才这就去禀告皇上。赵贤妃府上其余的孕妇被一并灭口，埋进了后山。从此，宫内对外宣称这些孕妇都不曾来过。或许是阴气太重的原因，这些死去的婴儿化成了怨童，整个府上便开始出现各种灵异的事件。这怎么有哭声啊？不应该啊！是啊。这椅子怎么在动啊？你去看看。紧接着，宫内便发生了命案。第一起便是赵贤妃的母亲，第二起便是孙太医，而他们的死状都与山庄的两起命案一模一样。看来嫌犯通读此书，对此书的内容了如指掌，并且他在模仿书中的杀人手法作案。这本书一共印了多少份？都有哪些人看过这本书？这就多了，首批试印和试刊阅卷者就不下100人。这次雅集会也是想借机会，再收集诸位贤达的赞美之词，用于日后的授书宣传。如果说嫌犯是仿照书中的手法作案，那真凶是谁？结局又是什么？书的结局是所有人都会被鬼依次索命，而凶手隐在里面，并未找出。为何没有抓到真凶？原本是想写给续编留下伏笔，我还没想好凶手是谁，就想着这样写百姓可能会喜欢看。哎呀，这孩子不是害人害己吗？这还写续编？你们最该担心的是，谁会成为凶手的下一个目标？哎呀，不管嫌犯出于何等目的，又为何模仿书中内容行凶，这都不是我们该考虑的问题。我们现在应该马上离开此地啊！啊，对啊，我就不该来，赶紧走，马上离开，马上离开！谁也不能离开！为什么？嫌犯此刻就藏在我们其中，诸位一走了之，他便趁机逃走，万不可如此行事。哎，你意思让我们困于此处，我们就坐以待毙呀！我们会查清楚的。我们不能这样，我们都死在这儿了吗？死在这儿了吗？我们是官府的。安静，安静！现在天色不早了，不如大家一同随我回衙门，我们挨个排查，依次询问，直到找到真凶。这个办法行，可行。少爷，快！慢点！哎，这边，这边！哎，船呢？船怎么没了？啊？怎么会没有船？白天的就在这儿啊！是啊。还有哪条路能回去啊？山庄通往外间唯此一条水路，若无船只，再无他法可出啊！绳子，有人故意割断的。啊！嫌犯故意放走船只，看来是想把我们困在这儿。他的杀戮还没有停止，那一定是金星策划的。凶手一定对山庄了如指掌，对不对？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！哎，就没有别的船只了吗？别这样，公子，船呢？公子，每日卯时倒是会有送新鲜菜品的船过来，其余时候都是靠停在渡口的4条船渡人往返。那现在几时？现在几时？现在几时？公子，应该是虚实。既然走不掉，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回到山庄内，大家聚集在槽内，彼此不要单独出行，这样凶犯就没有机会再次犯案。我们中间少了人，少人了？啊？管事呢？管事跑哪儿了？有一段时间没见他了。对呀，去哪儿了？好像跟我一同前来的小厮也不见了。啊！
此时不同行，定有嫌疑呀！没错，你这小子为何那人去哪儿了呀？跟你一起走的吗？看他神色慌张，定有蹊跷。你这小子为何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！你们别吵了。好了，听我说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找出凶手和失踪的2个人，并且我怀疑凶手就在我们其中。我们现在在这儿等下去也等不到卯时了，外面这么黑，嫌犯很可能再次作案。目前唯一安全的办法，就是咱们一起并肩而行，原路返回，先找到2个失踪的人。你先带路。好，少爷，你跟紧我，你们跟紧我，都跟紧了啊！走，快走，走，快！来这边，跟上。张管事，哎呀，快走！来跟上。阿迟，管事，张管事，张管事，张管事，阿迟，阿迟，生肖，阿迟，醒醒，没事吧？来，帮忙扶一下，来。要死一个！都别动！凶手竟然如此残暴！你去看那个人，去。死者头颅被割下，颈部切口平整，应是被人用利器迅速斩断所致。胸口的匕首与之前的一模一样，根据创口及周边迹象表明，应是被人用匕首直接插入胸口，伤及要害，致其死亡，而后才割掉头颅。根据手部余温可以判断，死亡时间距此不久。你为何晕倒在此处？有没有看到什么？我也是下山的时候听见这边有动静，才赶过来的。结果一来就被人打晕了。谁打晕的你？我没看清楚。阿迟，再好好想想啊！怎么今晚死了这么多人？管事又是谁杀的？大家都急着下山逃命，谁能注意到他呀？这是要把我们所有人都杀光啊！不行，我要走，没有船，游我也要游回去。谁也不能离开。如果你现在走了，下一个死的可能就是你了。对了，你不能走，万一你是凶犯，岂不是就这样逃脱了？哎呀，什么意思嘛你？一路之上都是我和你一起走的，我们寸步未离呀！我怎么会去杀人呢？啊，是不是？你们都看得到的啊！哎，这位公子，刚才我们一起走的时候，我好像瞅着你独自一人溜回了房间，你去干什么了？啊，你说话呀！你说呀！我拿行李啊！拿行李？行李？你两手空空，分明是在撒谎。啊，是啊，行李呢？行李呢？这是江夫人给我的。胡说！你一休传，凭什么给你那么多金条啊？啊？莫不是袁房主身上的？对了，你杀了袁房主，从他身上夺走了金条，是你？我没有杀袁房主，就是你！这金条是他自己放进屋里的。我亲眼看见袁房主鬼鬼祟祟的把金条都放在枕头下边。我下山的时候，我就想着金条还在房间里，我就回屋拿了出来。但至于袁房主是哪儿来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若你说的是真的，
那金条一定是他母亲给他买书用的。是我娘给了他2个金条，现在新书开售之际，悄悄分批买下，营造出我的书火爆畅销的样子，以此引得众人关注。要说嫌疑，我看你也有。当初袁房主是想推你的新作吧，但是中途曹公子的新书先行完成，所以把你的搁置到了一边。我看你就是对曹家怀恨在心，所以起了杀心是吧？我怀恨在心。我若真的怀恨在心，我第一个杀的便是曹文，跟袁房主和张管事没有任何关系。还有，江学士，您与曹夫人有染，我就算再不满，也要给您几分薄面吧。满口胡言！等等，今日我来到山庄，我便急着请小厮带我去见曹夫人，本想将所带礼品呈与夫人。夫人，这是给您甄选的礼品。你人来就好了，礼就不需要了。无意间我发现，夫人床边有个柜子的门没有关紧，那个缝隙间有一段衣袖，当时也没太在意啊。可现在想想，江学士，您的衣袖与门缝中夹着的那段衣袖颇有几分相似，莫非衣柜中人就是你？我今日就没去过东厢房。江学士，下午可是我送你过去的。啊，原来你跟夫人确有苟且。哎呀，我与曹夫人并无瓜葛，我只是与她探讨曹文的作品，这与本案有何干系啊？凶案多数以熟人所为，或为钱财，或为情仇，诸般私情瓜葛，都有可能藏着祸事。我等办案，恰似抽丝剥茧，需要捋清楚各位跟死者的关系。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理啊！当下情形，人多口杂，难免混淆视听。为求真相，诸位先暂且各自回房，彼此隔开，互不串供。有道理。苏捕头，你务必亲自搜查各位房间内的每一个物品，以便找出线索，揪出真凶。好。果然如你所料，袁房主身上的匕首不见了。嫌犯先用匕首杀死曹夫人，再拔出匕首杀死袁房主，最后再拔出匕首杀死管事。即使行凶作案，为何要使用同一把匕首呢？莫非这把匕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？发现第一具尸体是在后院，尸体旁边放着《伪运之谋》第1卷。发现第2具尸体是在粮仓，尸体的旁边放着《伪运之谋》第2卷。发现第3具尸体是在内堂，尸体旁边放着《伪运之谋》的第3卷。按此推断，会让人本能地觉得死亡顺序是曹夫人、袁房主、管事。可如果不止一把一模一样的匕首呢？我们在曹夫人的死亡现场并没有看到袁房主，说明袁房主是在曹夫人遇害前身亡的。嫌犯只需要准备2把一模一样的匕首，便可以制造被害人在死亡时间上的混乱。他先把袁房主扶到了粮仓，继而杀害了袁房主，留下作案的匕首，并把书的第2卷放于桌面。紧接着，他来到后院，然后再杀害曹夫人，插上另一把相同的匕首，留下书的第1卷，接着再想办法让人先发现曹夫人的尸体。在搬运曹夫人尸体的时候，顺便取走匕首。当我们发现袁房主的尸体并引发混乱时，凶犯趁众人逃离山庄，这个时候他拉住管事的说，他看到了真凶。管事的信以为真，于是便成为了第3名受害者。
他取出曹夫人身上的匕首，插到了管事身上，然后再取走了袁房主身上的匕首，接着迅速下山，跟随众人一同回到山庄。能够提前割断传绳，提示顾一同去往后院，并在搬运曹夫人尸体时取走匕首，继而杀害管事，并打晕府上的小厮阿赤后，迅速前往渡口的人。只有府上另一位小厮才能做到。按照推断，伪运之谋分4卷，他身上依旧藏有杀害袁房主的匕首，准备再次行凶。所以，你安排所有人先回房，让苏捕头依次查访。现在的嫌犯一定会冒险将这把匕首丢掉。刘仁九，你果然是凶手。不是我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我回到房后，发现枕头底下多了一把带血的匕首，这不是我的，怕一时说不清，我才想着扔在湖里边。你以为我会信你吗？真的不是我，曹家待我不薄，我怎么有理由杀人呢？真的不是我。君明兄，大小姐，怎么了？又发现一具尸体。出来站好！他也是你杀的？说，是不是你杀的？不是我，他住在西厢房，我住在杂事房。我要去他的房内，那肯定得经过内堂啊。而且我哪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杀了他，然后再返回到杂事房的水塘里扔匕首啊？这……苏冷，你怎么发现尸体的？我是等大家分别回房之后，从东往西依次搜查他们的房间，所查的屋内均无可疑物件。顾老板，到顾老板厢房时，我轻叩门无人应答，便推门而入，发现他死在屋内。照顾好你静兰姐。好。李大小姐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你就算是借我10个胆，我也不敢杀这么多人啊！我发誓，真的不是我。匕首果然没了。我从内堂直接去的水塘，离开的时候管家身上是有一把匕首的。按照这种情况下，刘仁九即便有机会去杀掉顾老板，也不可能来得及拿掉管家手中的匕首啊！难道我真的推断错误了？刘仁九不是真的凶手，是被人栽赃陷害的。可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遣散众人，让他们各自回房，这反倒给了凶手再次作案的可乘之机。书还有2卷没读，说不定答案就在其中。宫中接连发生灵异怪事，于是出现了第3名受害者小顺子。小顺子惨死在刺绣房，身首异处，胸前同样插着一把匕首。赵贤妃心里有鬼，她听信下人之言，便请了人上门抓鬼。宫里来了一位天师道长，一位麻姑，一位门客。道长做法，给每个人护身符保平安。麻姑上死人身，说出死者含冤的话，从而判断凶犯是谁。但这2种做法在门客看来都极其荒唐，他认为一定是有活人在作祟。通过一番查找，门客发现了后山埋着的孕妇尸体，从而知道了赵贤妃生子的真相。赵贤妃母亲与孙太医小顺子先后身亡，
说明嫌犯极有可能是为了复仇。门客细查所有府上的人员往来，发现最近招了一批太监，嫌犯很有可能就在其中。嫌犯的妻子便是孕妇，因招到宫里来做刺绣活，便再也没有回家。他为了查明真相，遂入宫成了太监。正当案情有了新的线索，宫内传来一阵凄厉的惊呼声：赵贤妃死了。门客发现自己还是晚了一步，假孕的包袱又重新回到了赵贤妃的腹部。按此推断，赵贤妃夺走的孩子就是嫌犯的骨肉。他报复完赵贤妃，一定会将孩子带走。门客急忙赶至育婴房，发现婴儿还在。然而，在他转身之际，一把利刃刺穿了他的胸膛。一个宫中贤妃假孕的故事，为何要模仿子文来杀人？乱世中唯我能掌控，一瞬间都化成乌有，有千万种结果都成空，往后我又能为谁而活？曾经为谁来世而游，迷途中又如何挣脱？残忍无情怎么是温柔？我泪挽留，划破六月，我留恋和罪过。我跨过某年，有某月你星河。若非要分世如梦中，我愿打随风，看破爱从来都不提因果，看破